大家好，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。16年執政，說沒就沒。一個曾經把歐盟當提款機加對手盤的男人，說退就退。一個被維克托·歐爾班稱為民族堡壘的體系，一夜之間土崩瓦解。里大漲狂攬53.69%選票，138個議會席位，直接拿下2/3，絕大多數。歐爾班親口承認敗選，一個時代畫上了句號。但是如果我告訴你，這場匈牙利大選真正輸掉的不是歐爾班，也不是普京，甚至不是特朗普，而是整個歐洲未來10年的戰略緩衝時間，你信嗎？很多人看到的是歐爾班倒了，歐洲統一了，烏克蘭贏麻了，俄羅斯完蛋了，聽起來是不是賊爽，像爽文一樣？但問題來了，凡事看起來越順的時候，往往就越不對勁儿。這句話不是我說的，是兵法的底層邏輯。所以這事兒絕不是匈牙利内政那麼簡單，這是2026年歐洲第一隻地緣政治黑天鵝，直接掀翻整個歐洲棋盤。歐盟、烏克蘭、俄羅斯、美國、土耳其、海灣國家全被捲進這場風暴。本期視頻給你扒透，誰是真正贏家，誰是血虧的輸家。美國拼盡全力力挺歐爾班，為啥都沒用？歐洲右翼到底栽在了哪？先給你個扎心數據歐爾班2010年上台，連續4次大選全勝，統治匈牙利整整16年，也是歐盟裡最硬的刺兒頭。普京在歐洲最後的特洛伊木馬，特朗普在歐洲最鐵的鐵桿盟友。結果呢，美國副總統萬斯親自飛布達佩斯站台，特朗普隔空喊話“我愛維克托·歐爾班”，甚至砸出5億美金的原油協議買選票，就這最後還是輸了個底兒朝天。這就像什麼？好比三國裡曹操親自給袁紹站台送糧送兵，結果呢，官渡之戰，袁紹還是被幹翻了，離譜不？更離譜的是這一敗直接改寫歐洲地緣格局，歐盟鬆綁，烏克蘭續命，俄羅斯斷腕，特朗普受挫，歐洲右翼集體挨錘。問大家一個問題俄烏衝突打了快4年，歐盟為啥遲遲沒法全力援烏？烏克蘭入門談判為啥磨磨唧唧？歐盟一體化為啥總卡殼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，歐爾班。他把匈牙利的一票否決權用到了極致，連續4年否決歐盟500億歐元對烏援助，卡死烏克蘭入盟談判，在對俄制裁上反覆橫跳，甚至公開說歐盟正在淪為美國的附庸。能源上匈牙利85%的石油，70%天然氣靠俄羅斯，直接成了俄气進入歐洲的關鍵通道。這就像孫子兵法說夫兵行象水，水之行必高而趨下，兵之行必實而擊虛。歐爾班精準掐住了歐盟、援烏、對俄一體化3大命門，讓歐盟進退兩難。制裁吧，匈牙利能源斷供；援烏吧，匈牙利一票否決；推進一體化吧，匈牙利直接唱反調。更狠的是歐爾班跟特朗普深度綁定。2024年3次去海湖莊園會面，特朗普稱他為真正強大的領導人，萬斯親自下場造勢，把匈牙利打造成了歐洲右翼樣板間，這就形成了歐爾班、特朗普3角聯盟，一邊掣肘歐盟，一邊對抗美國建制派，一邊給俄羅斯留後門。結果呢，這顆釘子被拔了，歐洲困局瞬間破局，但也迎來了大洗牌，有人狂喜，有人崩溃。有人闷声發大財，有人被直接打回了原形。這波最大的贏家就是歐盟，真可謂釜底抽薪，破局重生。歐盟絕對是這場大選的頭號贏家，用的就是36計裡的釜底抽薪，把歐爾班這個心給抽掉。歐盟這口鍋直接就沸騰。為啥這麼說呢？歐爾班下台，歐盟3大死結直接解開，援烏資金暢通，500億歐元對烏援助一次性通過。再也不用看匈牙利的臉色，烏克蘭前線直接續命，入盟談判加速，烏克蘭入盟談判全面提速，歐盟東擴邁出關鍵一步，地緣影響力直接向東延伸，一體化重回正軌，歐盟內部團結度拉滿，投票機制更順暢，再也沒有一票否決的掣肘、刺兒頭，距離歐洲合眾國的夢想又近了一步。馮德萊恩在歐爾班承認敗選17分鐘後就發文，匈牙利選擇了歐洲，
歐洲呀總是選擇匈牙利，開心的呀嘴角都抑制不住的歡喜。這就像戰國時秦國呀拔掉韓國這個絆腳石，東出之路徹底暢通。歐盟現在就是歐洲版秦國，終於能放開手腳幹大事兒。而烏克蘭是直接受益者，用的是借刀殺人，借歐盟借薩蒂黨之手除掉歐爾班這個最後壁壘。之前烏克蘭有多难呀？歐盟援烏資金被卡，入盟談判被阻，甚至匈牙利還扣押烏克蘭國有銀行資產，公開威脅。歐爾班一下台，直接迎來3大公開威脅。所以隨着歐爾班的下台，直接迎来了3大利好：援烏沒有阻礙，歐盟資金武器暢通无阻，直接送到前線；俄烏消耗戰，烏克蘭直接回血；外交環境改善，少了歐盟內部的否決票，烏克蘭在歐洲外交政治上徹底鬆綁，再也不用看匈牙利的臉色，入盟希望大大的增加，入盟談判加速。烏克蘭離歐盟成員國身份更進一步，國家安全、經濟發展又有了保障。澤連斯基之前罵歐爾班是歐洲唯一公開支持普京的人，現在估計要偷着樂，這波簡直就是天助則勝也。孙子兵法說，善戰者求之於事，不責於人。烏克蘭這波就是借勢破局，絕處逢生。美國民主党跟北約是間接贏家，用的是遠交近攻，遠交歐盟、烏克蘭。進攻特朗普陣營歐洲右翼。為啥這麼說？歐爾班是歐洲民粹主義標杆，跟特朗普 MAGA 陣營深度綁定，是特朗普主義在歐洲的試驗田、樣板間。他一敗選，直接意味着特朗普受挫，美國力挺失效，特朗普在歐洲的影響力直接打折。2028年大選，歐洲右翼背書的直接泡湯，民主黨穩固，北約體系跨大西洋關係更穩固。美國建制派主導的歐洲秩序重新占上風，歐洲右翼遭挫，梅洛尼、魏德爾等歐洲右翼勢力直接被敲山震虎，不敢再明目張膽跟歐盟、北約對着幹。這就像唐朝時候，李世民遠交突厥，進攻王世允，最終一統天下。美國民主党這波就是借匈牙利大選鞏固自己在歐洲的基本盤，把特朗普跟歐洲右翼的聯盟直接給打散了。而土耳其海灣國家是潛在贏家，用的是渾水摸魚，歐洲格局洗牌，能源、外交博弈空間擴大，他們趁機撈好處。之前匈牙利亲俄，歐盟能源依賴俄羅斯，土耳其海灣國家只能騎牆。現在匈牙利政策轉向，歐盟推進能源自主，土耳其海灣國家直接迎來2大機會：能源博弈，歐盟減少對俄能源依賴。土耳其、卡塔爾、沙特等國的天然氣、石油出口量直接上漲，能源話語權大增。外交空間俄烏衝突、中東局勢中，他們不用再被選邊站綁架，既能跟歐盟合作，也能跟俄羅斯、伊朗保持聯繫，左右逢源，蒙生發大財。這就像三國時的荊州各方勢力博弈，劉表、劉備、孫權輪流坐莊。土耳其海灣國家現在就是歐洲的荊州，誰都想拉攏。他們趁機坐收漁利。說完了贏家再看看誰又是輸家，血虧到底。俄羅斯絕對是頭號輸家，用36計裡的連環計來形容最貼切。之前俄羅斯靠歐爾班在歐盟內部連環布局，現在歐爾班下台，連環計直接被破，俄羅斯被徹底孤立。為啥這麼慘？歐爾班是俄羅斯在歐盟內部的最後支點，最後的盟友，最後的否決票。政治上失去關鍵否決權，歐盟对俄制裁只會更嚴厲、更全面。俄羅斯在歐洲的政治空間直接被壓縮到0。能源上，俄氣經匈牙利的歐洲通道面臨中斷風險，俄羅斯能源出口歐洲的生命線被掐斷，能源收入直接暴跌。在外交上呢，在歐洲徹底被孤立，分化歐盟的策略徹底失敗。之前俄、歐爾班、歐洲右翼的聯盟直接崩盤。俄羅斯只能獨自面對歐盟、北約的圍堵。普京之前把歐爾班當成歐洲親俄勢力的旗手，現在旗手倒了，俄羅斯在歐洲的親俄陣營直接樹倒猢猻散。這就像赤壁之戰，曹操的連環船被火燒，直接全軍覆沒。俄羅斯現在就是歐洲版的曹操，被摁在地上摩擦了。再說歐爾班跟他領導的親民盟是直接的大輸家，用的是反間計，歐盟、美國反對黨。國內民眾聯合反間，讓歐爾班眾叛親離，最終敗選。歐爾班執政16年，為啥突然輸得這麼慘？3大原因：歐盟施壓、
凍結匈牙利近100億歐元團結資金，以法治條件為名，直接政治施壓，讓歐爾班政府斷糧。美國干預適得其反，特朗普、萬斯親自下場造勢，被匈牙利選民視為外來干涉，支持率不升反降，直接幫了倒忙。還有國內的不滿情緒，生活成本危機、經濟增長疲軟、腐敗問題，讓匈牙利民眾對親民盟徹底失望。蒂薩黨主打重建法治、改善民生，直接戳中了痛點。歐爾班之前說歐盟每天都在濫用權力，結果呢，自己被歐盟、美國國內民眾聯合反間，众叛親離。這就像《孫子兵法》說的：“上下同意者勝，上下不同意者敗。”歐爾班失去民心，失去盟友，不敗才怪。特朗普跟歐洲右翼是間接的輸家，用的是遠交近攻的失敗。遠交歐爾班，歐洲右翼；近攻的是美國民主黨、歐盟建制派。結果呢，歐爾班一敗，整個陣營直接崩塌。特朗普為啥拼盡全力挺歐爾班？因為歐爾班是歐洲版的特朗普，拒絕多元化，控制媒體司法，敢跟歐盟對着幹，俄烏衝突保持中立，是特朗普在歐洲的樣板間。歐爾班一敗直接意味着特朗普在歐洲的影響力暴跌。2028年大選，歐洲右翼的背書直接失效，特朗普在全球保守主義聯盟的敘事直接破產，歐洲右翼遭受重挫。意大利梅洛尼、德國魏德爾、法國勒龐等歐洲右翼勢力直接被敲山震虎，不敢再明目張膽對抗歐盟、北約，只能收斂鋒芒。MAGA 模式失敗，特朗普主義在歐洲的試驗田被鏟平，證明民粹反建制親俄的模式在歐洲行不通，歐洲右翼只能重新尋找出路。這就像戰國時期的齊國，遠交秦國，近攻三晉，結果呢，秦國統一6國，齊國直接被滅。特朗普跟歐洲右翼現在就是歐洲版的齊國，遠交失敗，進攻不成，陣營直接就崩塌。很多人問，美國副總統萬斯親自下場，特朗普隔空喊話，砸了5億美金的原油協議，為啥還是救不了歐爾班？原因就是強龍不壓地頭蛇呀，外來干涉適得其反。孫子兵法說，人入之地深，被臣亦多者為重地。美國是強龍，但匈牙利是地頭蛇。美國深度干預匈牙利內政，直接犯了重地大忌。匈牙利民众最反感外来干涉，特朗普、萬斯親自站台，被視為美國操控匈牙利選舉，反而激發匈牙利民眾的民族自尊心，把票投給反對蒂薩黨。這就像當年美國干預越南、伊拉克，結果越干預越反美。所以外來干涉永遠是政治自殺。美國只看到歐爾班親特朗普，反歐盟親俄，卻沒看到匈牙利民眾的核心訴求：改善民生、重建法治、擺脫經濟困境。蒂薩黨主打打擊腐敗、提高生活水平、修復歐盟關係，直接戳中匈牙利民眾的痛點。而美國呢，力挺歐爾班，完全站在民眾對立面，不懂民心，再強的外力也沒啥用。俄羅斯、歐爾班、特朗普的聯盟是連環計，但這個連環計本就脆弱。俄羅斯要的是歐盟分化，歐爾班要的是執政地位，特朗普要的是歐洲右翼背書，三方各懷鬼胎，根本就不是鐵板一塊。歐盟一施壓，國內民眾一不滿，美國干預適得其反，這個連環計直接被破。沒有共同利益，只有互相利用的聯盟，永遠不堪一擊。歐爾班落幕歐洲格局大洗牌，未來怎麼走？歐盟這邊遠交近攻，東擴西進，一統歐洲。歐盟現在是歐洲版秦國，未來要走遠交近攻之路。遠交跟美國、北約保持合作，鞏固大西洋關係，對抗俄羅斯；近攻呢，加速烏克蘭、摩爾多瓦入盟，向東擴張地緣影響力。同時整合內部，改革投票機制，減少一票否決權，推進一體化。目標呢，打造歐洲合眾國，成為全球一極，擺脫美國控制，實現戰略自主。再看俄羅斯這邊，合縱連橫，破局突圍，尋找新盟友。俄羅斯現在被歐洲鼓勵，未來要走合縱連橫之路。合哪縱？跟中國、印度、土耳其、伊朗等國合作，打造非西方聯盟，對抗歐盟、北約圍堵。連橫呢，在亞洲、中東、拉美尋找新市場，減少對歐洲能源依賴，實現經濟多元化。目標打破孤立，重新成為全球大國，維護自身的戰略利益。而美國這邊審時度勢，調整戰略，鞏固霸權，放棄民粹，不再力挺歐洲右翼，轉而跟歐盟建制派合作，鞏固北約體系，
保住世界老大地位，雖然不現實，但人嘛，不對，是國嘛，總得有個目標吧。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，各領風騷數幾年，歐爾班的時代落幕，不是歐洲秩序的終點，而是新一輪博弈的起點。歐盟看似掃清障礙，高歌猛進，卻在狂奔中透支安全縱深。俄羅斯雖遭重挫，卻未必沒有合縱連橫的後手。孫子兵法云：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，能因敵變化者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大國角逐從無永恆勝家，唯有審時度勢，順應民心，守正持重，方能行穩致遠。這場發生在中歐小國的選舉，早已超越一國之內政，成為了映照全球格局的明鏡。我是不愛放大招的大招，下期再見。